弟弟和我是天生死对头，在地府投胎时，他想独占金圈小少爷的头衔，将我一脚踹去了3线女明星的肚子里，而他自己爬进了首富夫人的肚子，却没想到首富一家子都有病，宠妻到癫狂的首富，傻白甜又圣母的首富夫人，还有阴郁又病娇的杨姐。后来弟弟被病娇杨姐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下肢残废，而我的女明星妈妈却努力成了天后，还将我从童星一路捧成了当红花旦。弟弟因妒生恨绑着 TNT 和我在领奖台上同归于尽。在睁眼，弟弟抢先钻进了3线女星的肚子里。哥哥，这次也该轮到你被那有病的一家折磨了。闻言我笑了，他不知道首富一家的病我从娘胎里就能给他们治好，什么病娇杨姐，我分分钟攻略的他便翘嘴，而他那个混迹娱乐圈的妈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。我死死抓着镜像边缘，不让自己掉下去。阎王饶有兴致地笑道：你果然比他聪明点，那我就告诉你课题研究的附加条件吧。我会分别赋予你们新生术和顶级美貌，因为我想看看被有病的首富一家听到新生，你们会如何反应，以及拥有顶级美貌能不能改变女明星和自己的命运。看着镜像里女明星高高隆起的肚子，我心中冷笑。这次我会好好利用新生术，从娘胎里开始卷，让首富全家都把我当宝。谢谢大人。我感激地看了阎王最后一眼，松手钻进了首富夫人的肚子里。产房里，首富爹对着医护人员愤怒咆哮：什么？脐带绕颈，剖腹会对我老婆有危险，快想办法，保大不保小。要是我老婆出了什么事，我要整间医院陪葬。这就是我的首富爸总爹吗？他好爱我妈妈，好痴情，真是个绝种好男人。我妈妈真有福气。果然，在听到我心声的瞬间，咆哮的首富和正在哀嚎的夫人都愣住了，两人震惊地看向彼此。怎么抱抱猫猫都因为我哭了呀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哭，我得争点气。说着，我在温暖的羊水里翻了个身。呼抱抱猫猫不哭哦，宝宝已经把坏袋袋解开了。首富和夫人震惊又惊喜地看向 B 超画面。医生，快来看看，宝宝的脐带绕颈是不是好了？医护人员激动的声音发颤，差点哭出声。陆总，太太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少爷他一定是和你们心意相通，所以自己绕开了脐带，真是聪明的天使宝宝啊！恭喜陆总和太太。首富爹被夸高兴了，直接大手一挥。啥？整间医院每人封10万块的大红包。医护人员感恩戴德，纷纷松了口气。上一秒还威胁他们陪葬，下一秒就大赏全医院，这都靠我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少爷。我笑着调整好了体位和姿势，心里呼喊一句：抱抱猫猫，宝宝这就来找你们了。说完，我手脚并用咕咚一下，直接滑到了产床上，哇哇大哭。首富爹和医护人员都惊呆了，我那傻白甜妈妈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这就生出来了，还从没见过谁生孩子这么容易呢！恭喜陆总和太太喜得天使宝宝。阿燕，快看，我抱起儿子他就不哭了，还对我笑呢。这孩子真懂事，都舍不得让你受苦。他给我起名顾北，还当场以我的名字成立了基金会，将集团5%的股份划分到我名下。乖儿子，这是爸爸给你的奖励。我激动的心底欢呼，而隔壁的弟弟却差点折腾死女明星。最终女明星疼得受不住，选择剖腹将她生了出来。整个医院都在背后偷偷议论，夸我是天使宝宝，而弟弟是讨债鬼。我被首富爹安置在了妈妈的床旁边，这时一张白嫩的脸出现在上方，安静地盯着我。哇，好漂亮的小姐姐，好喜欢。我冲她绽放一个纯真又天使的笑容，然后伸出了2只小肥手要抱抱，并叫原本淡漠疏离的表情瞬间出现一丝裂纹，双眼满是困惑和震惊。姐，抱抱！我说出了第一句话，首富爹和妈妈都震惊了。小北刚才是不是喊姐姐了？小琪，弟弟好像很喜欢你呢，你抱抱他吧。病娇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被塞进了他怀里，他整个身体瞬间僵硬，生涩地抱着我，眼里却多了几分不可思议的柔软。这么漂亮的女生竟然是我姐姐，她的眼睛好漂亮，但怎么感觉有些孤独？姐姐别怕，有我你就不会孤独了。我的心声成功让顾灵奇僵住了，她是爷爷带到顾家的，是爸妈的养女，自幼寄人篱下，对所有人礼貌又疏离，早已习惯了孤独。第一次有人看穿她的内心，还说出这种话，她眼底泛起了温润的光泽，小心翼翼将我放回了婴儿床上，然后从颈间解下那条带着她体温的羊脂玉吊坠，挂在了我脖子上。弟弟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现在她保护你。我心底感动，知道这是她最珍贵的礼物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顾灵奇每天都会来月子中心看我，她的冰山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融。从出生开始，我就拒绝喝母乳，只喝奶粉，严格遵循早期晚食制度，半夜饿了就按键喊月嫂，从不惊扰妈妈睡觉。全家对我的好感蹭蹭往上涨，我也开始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咿呀开口叫爸妈，对着护工和别的宝妈喊一哥哥，哄得整个月子中心的人都夸我天才。与此同时，越长越开的弟弟也开始被人夸漂亮，女明星这才开始对他有了好脸色，还哼歌给他听。没想到弟弟竟然跟着哼了出来，这下全月子中心都沸腾了。没想到我们能同时遇到2个天才神童啊！一个没出月子就会说话喊人，一个竟然会哼歌，真是太奇妙了。1个月后，女明星迫不及待抱着弟弟走了。我知道她是去找那个神秘大佬了，而我在首富家过着舒服的少爷生活，被全家当宝贝宠，
时光飞逝，我成年时已经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聪慧和天赋，总能利用心生敏锐地帮到全家人。首富爹在我的助攻下，投资各种红利项目，资产又翻了几番。圣母傻白甜妈妈也在我的警示下，防住了自己那想爬首富床的塑料闺蜜。首富爹笑着说：“以后顾家有你们姐弟俩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后来，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吹捧弟弟神颜的报道，女明星给他起名林克，整个娱乐圈对他的美貌惊为天人，预言他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再次见到他，是在我的生辰礼上，他跟在女明星后面，一袭礼服光彩夺目，却神情萎靡，眼神无光，一看就被搓磨得不轻。看到我打扮普通亮相时，他立刻打起精神，得意地挺直脊背朝我走来。顾北，看来这些年你过得不怎么样嘛。大家都说首富夫妻这些年更偏爱顾林奇那个变态，对你不闻不问呢。不等我开口，身后传来顾林奇冰冷的声音：“你说谁是变态？”林克看到他的瞬间，本就不好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，许是想到了前世的遭遇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。顾林奇不再理他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钻石胸针戴在我身上。弟弟，这是姐姐亲手做的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说完，他似乎想抱我，伸了伸手又垂下，我笑着反手给了他一个大拥抱。谢谢姐姐。一家人说什么谢谢？那我先去招呼客人，爸妈说晚点有惊喜要给你。他走后，林克破防了，他紧紧抓着我胳膊厉声问：“不可能，为什么他会对你这么好？”她是我姐，对我好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你那女明星妈对你不好吗？话音刚落，女明星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，惊得他脸色大变。臭小子，杵在这干嘛呢？快跟我去给李导他们敬酒。妈，我想和寿星多说几句话再去，可以吗？女明星碍于我是首富少爷，只得强笑点头。行，那你快点。说完，轻轻在弟弟腰上捏了一把。林克瞬间脸色扭曲，却只能乖巧点头。看来弟弟过得并不轻松啊！难道你真的废物到两世投胎，选哪一边都是坑吗？你才是废物！我已经能靠自己挣钱了，还有无数粉丝力保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啧，真可怜啊！不像我，一出生就成了顾氏集团股东，钱多到躺着也花不完呢。你别得意，等我未来成为大咖，就让粉丝网暴你。我要把你踩在脚下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顾林奇那个变态只是在人前演戏做做样子罢了。我等着看你被他虐残赶出顾家的那天。说完，他气冲冲走了。他没说错，顾林奇确实在演戏，而且演得相当克制。远处捏着酒杯正在招呼客人的他，目光一直灼灼盯着我。等人走后，他似笑非笑朝我走来，一把将我拉进了昏暗的包房里，带着酒味的温热气息吹得我耳朵发烫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弟弟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老实说，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我鼻子里涌出一股热流，不禁想起了过去几年爬他床的黑历史。他要是知道我壳子里是活了30比他只小1-2岁的人，会不会被吓死？他不会是听到那晚我的心声了吧？不可能吧，我明明屏蔽他了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事情瞒着你，生日宴快结束了，先出去好不好？他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会，眼神哀伤地放开了我。回到宴会厅后，我刚才悬而未滴的鼻血终于涌了下来。正当我手忙脚乱仰头捂鼻子时，林克端着香槟走过来，幸灾乐祸。哟，怎么流鼻血了？不会真是被顾林奇给打的吧？刚说完，他就看到顾林奇阴沉着脸从包厢里出来。这下林克更加笃定了，继而变本加厉地嘲讽道：“我说呢，刚才装的姐弟情深的，背地里还是讨厌你。顾北，你好可怜啊！生辰礼首富爹妈不在场，唯一的病娇姐姐还讨厌你，你说你活得失不失败呀？”谁告诉你我们不在场？一道不怒自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正是我那出国度蜜月的首富爹妈。见我流鼻血，妈妈连忙冲上来扶着我，担忧道：“得有宝贝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快跟妈妈去洗一下。你姐姐也真是的，怎么都不照顾好你。”我走后，首富爹冷冷盯着林克质问：“我儿子的伤是你搞的鬼？”“不是，我没有，您误会了。”他急忙摆手解释，女明星却循着动静冲了过来，她狠狠按着林克的头鞠躬：“你这臭小子又闯什么祸，惹到顾董事长了？快道歉！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儿子他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您多包涵。”“你们是谁？我儿子的生日宴有邀请你们吗？”女明星脸色一白，他们确实没有邀请函，是投机取巧买通佣人进来的。我儿子和少爷是好朋友，是他邀请我们来的。刚才他们两个还有说有笑相谈甚欢呢。他抢笑解释，给林克使眼色。林克不敢忤逆他，只得闷声点头。对，叔叔，我和顾北是朋友，是他邀请我来的。他撒谎，我根本没有邀请他。话落，全场宾客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我身上。我穿着妈妈送的镶钻礼服，整个人闪闪发光。我爸妈也不再理会林克母子，而是牵着我走到了聚光灯下。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的生辰礼。今晚我宣布，正式将我个人持有的顾氏集团股份再转让10%给顾北当生日礼物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永远有顾家兜底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。众人齐齐发出羡慕的惊呼声。
顾家这小少爷出生时就有了5%的股权，现在加上10%，岂不是可以位列全球最年轻的富豪榜前10了？果然之前的传言都是假的，说什么顾家不喜欢这个儿子，我看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保护他长大吧。我勾起嘴角，用心声传递给弟弟。林克，你猜对了，顾林奇那个病娇确实在演戏，他本人可比你看到的更喜欢我呢。林克在台下极度的差点双眼喷火，却被女明星赏了一巴掌往外拉。你瞪什么瞪？再不走我们都得遭殃。弟弟，这蛋糕人是我亲手做的，寓意我们一家4口永远幸福。擦肩而过时，顾林奇正好推着蛋糕往里面走，他拿起蛋糕刀，郑重地递到我手中，我心中感动。姐姐陪我一起切好不好？他点点头，握住了我的手。宴会厅突然响起了快乐的音乐，漫天飞舞着彩带。弟弟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切喽！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觉得他心情似乎很好，可明明刚才在包厢里，他还很生气、很低落来着。而林克看到这一幕，终于崩溃破防，他挣脱女明星，冲着我怒吼：“顾北，你别得意，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你，到时我要把你踩在脚下。”他话没说完，被女明星轻轻赏了一嘴巴。闭嘴，胡说八道，发什么疯呢？快跟我走！他拖着林克快步出了宴会厅。接下来的4年，我飞去了国外读大学，林克也越来越红。他参演了那些大导演的多部作品，因为顶级美貌成功跻身国际巨星，还出了几张个人专辑，成了歌曲电影双栖发展的艺人。而他的女明星妈妈也成功翻红，拿下了影后大奖。通过网络，我看到林克笑得璀璨明艳，却叹气摇了摇头。他最终还是选了逆来顺受，走了和我上一世相同的路。4年里，顾林奇再也不克制和我演戏了，他以关心我为由，经常飞过来看我。但凡有人追我，他只杀出来以女朋友的名义劝退人家，然后笨拙又纯情地问我有没有喜欢的女生。没有，我不想结婚。听到我的话，他眼底划过失落。因为前世的经历，我决定开一家干净的影视公司，拯救那些不愿意被潜规则且真正有实力有梦想的人。4年时间，我在国外高强度进修了编剧专业，然后带着打磨了4年的剧本回国，准备大展身手。却不成想，在机场碰到了被粉丝接机的林克。顾北，看到了吗？我有这么多狂热粉丝，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做任何事，而你不过是借着首富名头虚有其表的废物。怎么，回国都没人接机了？是不是顾家发现你根本就是个绣花枕头，所以放弃你了？等着吧，我马上就能把你这个废物狠狠踩在脚下。我没有理他，而是拖着箱子出了机场。顾林奇正靠在迈巴赫上等我，见我出来，他脸色不善道：“他一个戏子还敢威胁你？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人封杀他。”今天不提他，快带我回家吧。爸妈都让人做了什么好吃的？都是你爱吃的，走吧，回家。回国后我才知道，这些年首富爹早就不怎么管集团的事了，带着我妈四处旅行吃喝玩乐，集团的事都是顾林奇在忙。我好好休息了半个月后，提起自己想投资拍电影的事，全家都特别支持。首富爹大手一挥，去做吧，儿子，有我们给你兜底。于是首富爹就被我架着亲自坐到了新公司的首位。好爸爸，有你出马，我的新公司一定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他有些后悔说那些大话，却被我妈扯着耳朵教训。好不容易能帮到儿子了，不准跑。正好那个捧红林克母女的李导看上了我的剧本，他表示可以带着演员进组，我让顾林奇答应了他。鱼儿这么快上钩了，那我也要开始自己的计划了。1个月后，女明星和林克果然抢到了电影的男主妈妈和男主的角色，两人乐得不行，当即表示要宴请所有人庆祝。林克故意坐到我旁边，得意低笑。哥哥，没想到吧，我的演技征服了顾林奇那个变态，他也点头同意我当男主呢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，你早晚还是得被我踩在脚下。怎么踩？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吗？你没有资格笑我，上一世你也是靠这些才上位的吧？要说下三滥，咱俩都一样。不，我可和你不一样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抗拒，你却看起来很洋洋得意，很享受啊。林克，一个人的清白和自尊是内在的，但你没有。说完，我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出来时却只觉天旋地转。林克搀扶着我低声道：“哥哥，说那么多没用，我倒想看看你过了今晚还能不能跟我谈什么清白自尊。”我被他扶进了2楼的客房，然后他坏笑着将几个人放了进来。为首的正是李导，他兴奋地想伸手摸我的脸，却还是有些忌惮。林克，你确定我们动了他没事？李导放心吧，过了今晚没人能护着他了，他爸都自身难保。我心下一惊，却说不出任何话。林克坏笑着在一旁举着手机开始拍摄，下一秒房门被人一脚踹开，顾林奇红着眼一脚将林克踹飞，身后的保镖也将几个人控制起来。姐，别担心，我没喝那酒。小北，答应我，以后别让自己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了。姐姐真的很怕你出事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快去救爸爸！话音刚落，首富爹的笑声从房外传了进来。乖儿子，爸没事。想知道你妈现在在做什么吗？原来女明星也给我的首富爹下了料，她也假装喝了下去，差点被拖到房里晚节不保。我妈带人冲进去关照了她一顿，还录视频让她亲口承认自己下料的事实。明星和那几个导演还有林克都被送去了警察局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顾林奇早就知道了我的计划，
这些年他一直在暗中窃听和监视我，就是怕我出任何意外。得知我想只身犯险引君入瓮时，他偷偷告诉了爸妈，三人决定一起出动，帮我彻底解决林克和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妈。对不起弟弟，你是不是气我监视你了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坦白从宽，我要知道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这些事的？你生日那天，胸针里被我放了窃听器，我只是担心你要去国外念大学，想保护你。难道你知道我重生投胎的事？那爸妈知道吗？弟弟放心，爸妈只知道林克要欺负你，别的我没告诉任何人。姐姐只恨没有上辈子早点遇到你，你也就不会受那些罪了。后来，林克和女明星因下药罪和聚众罪被判刑，那几个导演也进去踩缝纫机了。3年后，我成功写出了快还千亿的大剧本，公司做得蒸蒸日上，首富爹让位退休，带着妈妈去环球旅行，享受人生去了。